按理说，王莽的新朝刚刚建立，应该积极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，特别是匈奴。然而，王莽对待匈奴的策略却极为奇葩，与其他附庸国的相处也如同儿戏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与新朝反目，王莽出兵匈奴。公元9年秋天，王莽派出6名使者前往匈奴，一方面是宣布新朝已经取代了汉朝，另一方面是收回汉朝颁发给匈奴单于的旧印，换上新朝颁发的新印。匈奴和汉朝打了200多年的仗，直到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，昭君出塞，才换来了50多年的和平。此时，匈奴已经归附中原，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附庸国。汉朝将匈奴的单于封为王，并颁发给他们印绶。王莽称帝后，对匈奴也要进行改革。他认为汉朝的封爵只有王和侯2级是很不合理的，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5级爵位制，即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因此，王莽下诏，按照周朝的封爵制度，将汉朝的诸侯王改为伯爵，而匈奴等附属国的国君则通通改为侯爵。之前，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刻的是匈奴单于玺，而王莽颁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则刻的是匈奴单于章。虽然只有1字之差，可意义却大不相同。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降低了匈奴单于的身份。汉朝使者来到匈奴后，匈奴单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，招待使者。在宴会上，使者趁单于喝醉的时候，让单于交出旧印，给换上了新印。宴会结束后，使者回到住所，内心忐忑不安。他们担心单于发现印信不对后，不肯善罢甘休，再派人来要回旧印。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，将旧印当场给砸碎，即使单于来要，也要不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单于醒来后，果然发现了印信的猫腻，马上派人来要回汉朝的旧印。当他得知旧印已毁后，非常的气愤。于是他修书一封，让汉朝使者带给王莽，希望王莽能批准他继续使用旧印。就这样，汉朝使者完成任务，回到了长安。王莽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满意，下诏对他们进行了奖赏。或许王莽认为他已经搞定了匈奴，可事实上，因为这次印章的事件，新朝和匈奴的和平关系再次走到了尽头。之前，汉朝对匈奴的要求是，有4种人匈奴不得接纳，分别是汉人、乌孙人、乌桓人，以及汉朝给予封爵了的西域诸国人。此事过后，乌桓人见汉朝对匈奴降了级，便不再给匈奴进贡。匈奴多次派人催交，乌桓人依然不可进贡，于是匈奴便派兵攻入乌桓，并将国王及高官都绑回了匈奴扣押。新朝出面协调，让匈奴人将乌桓王给送回去，匈奴表面上答应了，可其实他们派了1万名骑兵，以护送乌桓的俘虏为名，在朔方郡的边塞外开始构筑工事，新朝和匈奴的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。再来看西域诸国，王莽派使者前往西域，结果西域诸国也不再忠于新朝，居师国有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背叛新朝，逃往了匈奴，结果匈奴竟然全部都给接收了。接着驻扎在西域的4个新朝高级将领杀死校尉后，率领2000人也逃入了匈奴，匈奴也全都给接收了。然后匈奴就趁机进入西域，打算彻底切断新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。至此，由印绶更换所引发的矛盾就彻底无法调和了。公元9年12月，王莽下诏准备征伐匈奴。他派将军孙建率领12位将领，分6路挺进匈奴。其中，诸河兵团和讨会兵团出渔阳郡，镇武兵团和平敌兵团出代郡，雁南兵团和镇敌兵团出云中郡，武威兵团和虎贲兵团出五原郡，襄威兵团和镇远兵团出西河郡，奋武兵团和定湖兵团出张掖郡，共计30万人。为了保障后勤，他从长江及淮河流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棉衣、武器、粮食、马草等物资，并且他让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暂时驻扎，等候后进的部队，等到所有部队都集合完毕，方可开战。战争胜利后，他计划将匈奴分成15个小国，扶持新的傀儡单于。然而，如此壮观的战争部署以及美好的设想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，却让人啼笑皆非。
直到公元11年，经过了1年多的调度，大军竟然还没有集结完毕。提前到达边塞的将士们已经无所事事地等待了1年多，而后面的部队却还在陆续的往来赶着，战争也就一直没有开打。在此期间，他派人携带重金前往云中郡去引诱匈奴人，最终呼韩邪单于的3个儿子被王莽收买，来到了长安。接着，王莽就对外宣布，将呼韩邪单于的2个儿子，一个封为孝单于，一个封为顺单于。消息一出，乌珠刘若低单于更加的气愤，立即派出铁骑向云中郡发起攻击，砍杀了众多的边塞官吏和百姓。接着，他又命令左右都尉以及各路骑兵对新朝的所有边塞一起发起攻击，斩杀了雁门郡太守和朔方郡太守，汉朝百姓死伤无数，无数畜牧被匈奴兵抢走。然而，面对匈奴兵的疯狂袭击，新朝的军队却一动不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烧杀抢掠。只因王莽曾下令，大军没有集结完毕之前，任何人不许出战。驻守渔阳郡的严尤给王莽上书，请求率军深入匈奴腹地，狠狠地打击匈奴，却没有等来王莽的答复。就这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汇集到边塞的部队越来越多，导致边塞的粮食压力也越来越大。士兵们吃不饱，就开始无事生非，骚扰边塞的边民，边民忍受不了，纷纷逃亡。与此同时，后方各郡的百姓也苦不堪言，为了供应前方将士们的粮草和兵源，各郡都在抓壮丁、催粮税。交不出税的人越来越多，被逼无奈之下，很多穷苦的百姓只能跑到山上安营扎寨，当起了强盗。更让王莽想不到的是，他亲自封的孝单于竟然还给逃跑了。王莽得知后非常气愤，将孝单于的儿子推出去给斩了。这时，坏消息不断的传来，西南夷也因为不满王莽降低了他们的爵位，起兵造反。高句丽本来就对王莽给他们改名为夏勾离而不满，后来王莽还征召他们去攻打匈奴，于是高句丽也起兵造反了。最后连西域诸国也都反了。至此1年多的时间里，王莽和匈奴还没正式开战呢，就已经内失民心，外无盟友了。汉朝200多年打下的辉煌邦交，就此毁在了王莽的手里。严尤将军再次上书劝告，可王莽依然不听。正在这时，匈奴却派出使者想和新朝和亲。提出和亲的单于并不是乌珠刘若低单于，而是刚刚逃回去的孝单于。原来孝单于逃回后不久，乌珠刘若低单于就去世了，于是孝单于便在右谷都侯的支持下继承了匈奴的大单于。右谷都侯是王昭君的大女婿，他和孝单于做了一笔交易。他支持孝单于的前提是孝单于必须跟新朝和亲，这对于王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，如果和亲成功，就不用再和匈奴开战了。然而当匈奴使者告诉王莽，和亲的前提是新朝要将孝单于的儿子送回匈奴，可他的儿子早已被王莽给砍了。于是王莽决定趁孝单于还不知道他儿子已经被杀之前，快速地签订和亲协议。于是他一面派使者前往匈奴谈判，一面想办法拖住匈奴的使者，不让他们回国报信。就这样，新朝与匈奴终于签订了和亲协议，王莽下令撤军。之后，匈奴的使者也回到了匈奴，孝单于便知道自己被王莽给骗了，自己的儿子也早就被王莽给杀了。可此时也没办法再动兵戈，只能暂时咽下了这口气。就这样，匈奴的这场风波终于是被王莽给应付过去了。可此时各地民变四起，王莽又会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？我们下期再讲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新朝为什么才短短的10几年就爆发了天下大乱？绿林军和赤眉军分别是在哪里起义的？刘秀又是如何走上起义的道路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及刘秀和刘演举兵。王莽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，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问题，而且使社会更加的混乱，经济也全面崩溃。米价从汉文帝时期的每担数十钱涨到了2000钱。随后他又兴师动众地讨伐匈奴，使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更加的难以承受。
公元11年，黄河在今天河北省大名县的西南决口冲进了洛川故道，然后冲向河南南乐、山东朝城、阳谷、聊城，在禹城附近脱离了洛川北行，经过山东的临沂和惠民等地，从利津一带注入了大海。这是黄河6次大规模改道的第2次。所到之处，田地被毁，房屋倒塌，百姓生活流离失所，难民无数。然而，此次黄河决口却正好避开了王氏的祖坟。王莽家的祖坟位于魏郡的元城县，也就是今天的大名县。于是，王莽任其决堤，没有积极的组织人前去治理。结果是，大批的农民无法生计，大量的难民得不到安置，没有活路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，纷纷揭竿而起。公元15年，武元郡和代郡的数千人起兵造反。公元17年，瓜田仪在会稽郡，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一带率众起义。同年，琅琊郡的海举，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日照市的妇女吕母，为了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，率众攻破县城，处死县宰，自称为将军，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。吕母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性首领。公元18年，东海郡，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郯城附近，栗子都率众起义。同年，北方出现了数十支起义军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、青毒部、上江部、城头子路部等。南方，张霸和秦风在南郡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江陵东北起义；杨牧在江夏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省云梦起义；王周公在庐江，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庐江西南起义。这些起义军少则数千人，多则数万人。其中势力最大的2支起义军，则分别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。赤眉军是琅琊人樊崇在山东莒县率领100余人起义，随后只在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数万人。他们以泰山为大本营，打击官府，抢粮救灾。为了区别于新朝的军队，他们将眉毛染红，因此被称为赤眉军。绿林军是湖北省荆山市三阳镇的王凤和王匡领导的，因为他们隐蔽在荆山市的绿林山中，因此被称为绿林军。公元22年，在绿林山中爆发了瘟疫，绿林军不得已只能走出山林，分成了2支队伍，一支由王常和程丹等人率领，向西进入南郡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荆州一带，被称为下江兵；另一支由王凤和王匡等人率领，向北进入南阳郡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，被称为新士兵。新士兵攻入随县时，平林人陈穆和廖湛率众响应，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队伍，被称为平林兵。这时，刘演和刘秀兄弟也拉起一支队伍，被称为冲林军。他们与其他起义军最大的不同是，他们是汉朝的宗室子弟。刘秀和刘演是汉高祖刘邦的90孙，出自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这一脉。到他们的父亲刘钦这一辈，只做了个南顿县令的小官。公元前5年，刘秀出生在陈留郡的济阳县，他共有兄妹6人，大哥刘演，二哥刘仲，大姐刘皇，还有二姐刘元以及小妹刘伯姬。公元3年，刘钦在做南顿县县令的时候因病去世，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都成为了孤儿。无依无靠之下，远在南阳郡蔡阳县的叔父刘良将刘秀接过去抚养，从此刘秀就成为了一名平民。公元14年，刘秀前往长安，进入了太学，他跟随大儒许子威学习尚书，在此期间，他还结识了邓禹和朱佑等人。公元19年，刘秀返回了家乡冲陵。此时，各地豪强纷纷起义，他的大哥刘演广结天下豪杰，也准备趁乱起兵。公元22年，刘演手下的宾客抢劫，被官府追查，刘秀也受到牵连，前往新野的二姐家躲避。为了生存，刘秀以贩卖谷子为生。有一次，他贩卖谷子来到宛县的时候，一个名叫李毅的人请刘秀赴宴。李毅的家族是南阳的豪强望族，他听说了当时流传的图谶是刘氏复兴，李氏为辅，于是他觉得刘秀是刘氏宗亲，而他刚好姓李，那么这个图谶所说的不就是他们2人吗？于是他便打算联合刘秀一同起事。刘秀也觉得天下已经大乱，百姓难以生存，深思熟虑后便同意了李毅的提议。
这一年，刘秀28岁。他们把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冲陵。冲陵是刘秀的老家，最早之前的冲陵在湖南省的宁远县，后来改到了南阳郡的白水乡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枣阳市南。刘秀的大哥刘演早就准备在冲陵起事了，于是他们便一同招兵买马，计划在立秋的当天，各郡都要检阅民兵之际，率兵起义。很快，他们就召集到了7、8千人。然而，还没等到立秋，他们起事的消息就被泄露了。李氏在长安和宛城的族人都被官兵捕杀，几乎被灭门。逃过灭门之难的李毅，还是与刘演和刘秀在冲陵正式起兵了。但是刘演认为，仅靠他们这几千人是成不了气候的，也很难抵挡住新朝的大军，不如去投靠其他规模较大的起义军。众人同意后，刘演便派人去游说新士兵的王凤及平林兵的陈穆，希望能和他们联合。王凤和陈穆很快就同意了他的建议，并做出了具体的作战部署。他们计划3支队伍在唐子乡，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枣阳市集合，一起进攻唐子乡。取胜后进攻湖阳县和吉阳县，最后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。于是刘演便率兵从冲陵出发，与其他2支队伍会合，联合起来攻下了唐子乡。之后大军便开始进攻湖阳县。湖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湖阳镇。他们又顺利地攻下了湖阳县，并斩杀了湖阳县的县尉。正在高歌猛进的时候，3路大军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发生了内讧。最后在刘秀的劝说下，刘演才同意将抢来的财物分给新士兵和平林兵一部分，3方的矛盾才得以解除，再次联合起来进攻吉阳。吉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新野县前高庙乡的张楼村。很快他们就将吉阳城攻破，接着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。一路势如破竹，起义军觉得新朝大军也没什么战斗力，认为拿下宛城也并不是件难事。于是起义军便冒着大雾天气向宛城方向进军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率领着10万大军已经埋伏在了小长安郡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小长安郡在今天南阳市的南瓦店镇。当他们来到小长安郡时，新朝大军在大雾的掩护下突然发起冲锋，起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四下逃命。见败局已定，刘秀也骑马逃走。在逃跑的途中，他遇到了妹妹刘伯姬，赶紧将她拉上马，继续逃跑。没多久，又看到了姐姐刘元以及她的3个孩子。刘秀让姐姐上马，但刘元拒绝了，他让刘秀带着妹妹赶紧跑，要不然等追兵来了，一个都活不成。刘秀无奈，只能带着妹妹狂飙而去。最终，姐姐刘元和她的3个孩子以及2哥刘仲都在这场战役中丧命了。刘演则将打散的起义兵再度集结起来，退到了吉阳。可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，甄宓就率领着10万大军渡过新野境内的黄水水，向他们追来。而且甄宓渡过黄水水后，便将上面所有的桥梁全部破坏，切断了自己的退路，目的就是学韩信的背水一战和项羽的破釜沉舟，打算彻底的消灭这支起义军。至此，起义军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。正在这时，下江兵的王常率领着5000人来到了宜丘郡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东南。刘演便带着刘秀和李通去说服王常联合起来抵抗新朝大军。王常认为现在百姓思汉，所以豪杰并起，天下都想恢复汉室，而刘演就是汉室后裔，于是与属下商议后决定投奔刘演。随着王常的到来，新士兵以及平林兵都士气大振。刘演分析认为，甄宓采用背水一战的战术是力求决战，所以不能与其正面交战，只能采取智取。甄宓率军追击的时候，将所有的辎重都留在了兰乡，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新野县东边。于是刘演打算去偷袭甄宓的辎重，只要他们辎重被抢，则军心必乱。公元22年12月30日，刘演秘密地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兰乡，于夜里发动突然袭击，缴获了甄宓的所有辎重。公元23年正月初1，按照汉朝的规矩，春天是万物复苏之时，不宜用兵，
可刘演却要在这一天向甄父发起总攻。甄父没想到刘演会在这一天出兵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新朝大军大败。最终，南阳太守甄父和郡尉梁丘赐一同被斩杀，2万多新朝大军战死。至此，刘演终于稳定了战局。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面临哪些困局？昆阳之战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下期再讲。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，刘秀和刘演都立下了赫赫战功，那么他们会获得应有的封赏吗？此战中，新莽军队损失惨重，王莽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战争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演被谋杀，王莽惨死于建台。公元23年6月，王毅大军强攻昆阳城，数日不下，而宛城的守将岑彭由于等不来救兵，城中的粮草告急，甚至出现了人10人的惨状。最终，岑彭献城投降，刘演终于拿下了宛城。3天后，刘秀率领着郾城和定陵的援军，在昆阳城下大破王毅率领的40余万精兵，彻底打垮了新莽大军。通过这2场战役，彻底扭转了战局，不仅让更始政权站稳了脚跟，也让刘演和刘秀兄弟俩一战成名，赢得了超高的威望。然而，如此赫赫战功却并未让他们加官进爵，反而引起了刘玄、王凤、陈穆等人的忌惮，想要除掉刘演。昆阳之战后，更始帝刘玄下诏，让所有的将领都前往宛县，准备召开庆功大会。这场庆功会的主角，一个是打下了宛城的刘演，另一个便是救出了昆阳城的刘秀。可事实上，刘玄等人并不是真的要给他兄弟2人召开庆功会，而是早已密谋好，准备在庆功宴上以刘玄举起玉佩为号，让提前埋伏好的武士直接斩杀刘演。到达宛城后，刘秀就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太对，于是他提醒刘演一定要警惕新士兵与平民兵。可刘演觉得他们向来如此，不仅爱占小便宜，还容易嫉妒，不必过于惊扰。就这样，宴会开始了。宴会上，刘演的舅舅樊洪无意中看到了刘玄藏在衣服里的半块玉，这不由让他想起了鸿门宴。当年项羽打算在鸿门宴上斩杀刘邦，范增的手里也同样拿着半块玉，于是樊洪异常的担心，随时观察着事态的发生。可最后的结果却和鸿门宴一样，刘玄也不知何故，举棋不定之下，最终并没有当场斩杀刘演，刘演总算是逃过了一劫。不久后，刘秀又提醒刘演要注意提防李毅。按理说，刘秀是被李毅说服后才和刘演一起起兵的，他们都属于冲灵军的阵营。可此时的李毅早已暗中投靠了刘玄，并且还给刘玄献上了一条毒计。于是刘玄就按照他的计谋下诏，将勇冠3军的刘季封为抗威将军。刘季是冲灵军的将领，也是刘演的爱将，他接到刘玄给他的封赏后，当场就给拒绝了。然而这正是刘玄想要的结果。刘玄立即以抗命为由，率领数千名士卒前往刘季的驻地，将其拿下，准备斩首。刘演得知后，并不知道这是个阴谋，就连忙跑过去找刘玄据理力争。结果在李毅的鼓动下，刘玄便将刘演也给逮捕了。随后他便将刘演和刘季一同给诛杀了。当时刘秀正在阜城驻守，即今天的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西。噩耗传来后，刘秀痛心不已，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，他要返回宛县。众人连忙劝说，你现在回到宛县，不就等同于去送死吗？可刘秀却说，事到如今，跑是跑不了了，反抗也没有胜算，所以唯一的明智之举便是回到宛县请罪。于是他便从阜城回到了宛县。见到刘玄后，他不但不请邀昆阳之功，而且表示兄长犯上，自己也有过错，所以他不为刘演扶丧。而且在酒宴上，刘秀饮食和言笑如同平常，对于刘演的死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悲伤和不满。刘玄见刘秀如此谦恭，反而有些自愧，因此不但没有给他治罪，还封他为破虏大将军、武信侯。不久后，刘秀在宛县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阴丽华为妻。阴丽华出生于南阳郡新野县一个异常显赫的家族，殷家占有的土地达700余顷，车马和奴仆的规模可与分封的诸侯王相比。
由于刘秀的二姐家也在新野，所以机缘巧合之下，刘秀便有机会接触到了阴丽华。殷家小姐的美貌给刘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后来他在长安求学的时候，看到了执金吾率军出行，盛大的场面也深深地震撼了刘秀。于是，身为太学生的刘秀不禁感叹道：“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。”可那时他还只是个平民，而阴丽华却是个富家千金，身份过于悬殊。可现在不同了，他已经被封为了武信侯，于是他便决定迎娶他的女神阴丽华。这一年，刘秀29岁，阴丽华19岁。新婚之后，刘秀和阴丽华仅仅相处了3个月，刘玄便下诏准备兵分2路，一路直扑武关，目标是挺进长安；另一路则是前往洛阳。刘秀只能将阴丽华送回西野的娘家，便跟随大军一起出征了。远在长安的王莽收到战报后，也立即做出了部署。他一面派王匡去防守洛阳，一面派兵增援武关。然而，武关的守将却直接打开了城门，让刘玄的大军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武关，长安城便无险可守了。王莽又立即任命了9位将军，率领3万人前去迎敌，并且把这些将军们的妻儿都接到皇宫里当人质给扣押了起来。结果3万大军一触即溃，其中2位将军战败后自杀，2位跑回了长安城请罪，其余的则全都叛逃了。于是刘玄的大军便顺利地到达了长安城下，准备开始攻城。此时王莽已经无兵可调了，只能将城中的罪犯组织起来，分给他们武器，让他们出城抵抗。结果刚出城，这支罪犯兵就跑得一干二净了。王莽得知后，在王一等人的护卫下，躲在了建章宫太液池里的箭台上。此时跟随他的宫卿大夫、宦官、随从等还有1000余人。王毅率军防守城门，不多时部下就死伤殆尽了，不得已他也退到了箭台。之后刘玄的大军便从宣平门攻入了长安城。这时王毅的儿子王穆想脱掉官服逃命，被王毅喝住，父子俩就一起守着王莽。随后刘玄的大军便攻入了箭台。公元23年9月3日傍晚，跟随王莽的1000余人全部被杀，王莽也被杜吴杀死，校尉龚宾斩下了王莽的首级，数十名士卒分裂了王莽的尸体。后来王莽的头颅被历代的皇室收藏，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的时候，由于洛阳的武库失火，导致他的头颅被焚毁。至此新朝正式灭亡，只有一帝，国祚15年。9月底洛阳城也被攻陷，随后刘玄便准备迁都洛阳。他任命刘秀为行司隶校尉，负责修建宫殿、设立官员机构、安置居民以及恢复朝廷制度等工作。刘秀不负使命，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连曾经在汉朝为官的人都无不惊呼，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，竟然还能再次见到汉朝的威仪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刘玄被迎进了洛阳城。此时刘玄虽然已经称帝了，但是以刘氏宗亲自封为皇帝的起义军遍地都是，只有将这些起义军全部剿灭，他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。此时最紧要的便是要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。这个重任他本来是要给到刘秀的，结果新士兵王凤的属下朱伟等人却坚决反对。他们之所以反对，是因为刘秀在昆阳之战时大放异彩，之后建设洛阳城，刘秀又是首功，如果再让他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，那么功劳不就被刘秀一个人给占完了吗？可刘玄的堂兄刘赐却力挺刘秀，他给刘玄建议，如此重任非刘秀不可。最终刘玄听取了刘赐的建议，任命刘秀为行大司马事，北渡黄河，去拿下尚未归附的所有土地。那么刘秀北渡黄河后是否顺利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